我叫程晨，今天是我18岁的生日，但是在几天后，我的人生却坠入无尽绝望的深海。新腾科技 CEO 陈伟国盗取对手公司关键技术，疑似畏罪自杀。爸爸突然就死了，小妹在爸爸突然离世的刺激和同学的嘲弄下，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中，最后连母亲也在爸爸下葬的那天。我以为时间会抚平他的伤口，然而讨厌！是你男朋友打的，怎么不接呀？什么男朋友啊？不都是金少你让我演的戏吗？你以见家长的名义支走他们一家，而我趁机派人把证据不小心落在他办公室里，到时候再一举报。只不过没想到他爹这么决绝，倒是省去了咱们许多麻烦。秦祁连，你个畜生！你们陷害我家的话，我都录音了。我要你们金家和这贱人身败名裂！我现在就去警局告发你们！怎么办啊？我的形象，我的代言……不！金家的产业和我的前途，绝对不能被这小子毁掉！哼！你杀人了！我会被抓的！放心，花点钱找人顶包就是，也就是个交通肇事，不构成问题。只要他死了，就没人知道金腾科技背后的真相。他那个废物妹妹，我这是要死了吗？头好痛，这是哪里？程程，你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想复仇吗？还不快叫爸爸！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但是好像都是昨天才发生的。开始第一次，回味第一次，延续每一次。你看什么电视啊？明明真人就在眼前。这广告拍得不错，有你本人一半好看。就知道哄我开心，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还真是甜蜜啊！不过光亲脸就完了，这也太小气了吧！哎，老实交代，你们不会才到 A 吧 ？A 又怎么了？我们是健康交往。哎呦，完了！你是说我不健康吗？喝点核桃奶补肾吧。仙女姐，你来啦！借过一下哥。我能跟你合个影吗，仙女姐？可以啊。好了，都出来吃蛋糕吧。晨晨生日快乐！哥，快许个愿吧。我的话，世界和平吧。什么啦？怎么比我还中啊？我的人生，亲情、爱情、友情、财富应有尽有，实在想不出还缺什么。我没抄袭，所有技术都是我原创的，每个字都是我原创的。我是清白的，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乖，再吃一口，最后一口了。阿晨，我知道这场变故对你打击很大，我会一直支持你。兄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的就是你的。谢谢你们，我是不会倒下的，我还有妹妹要照顾，一定可以挺过来。不知道轩妮下班休息了没有？我真的有好多话想对她说，没人接，奇怪。但怎么听到轩妮的手机铃声在附近？那不是祁连的车吗？难道轩妮跟他在一起？
是你男朋友打的，怎么不接呀？他是我男朋友，那你是什么？我当然是西门庆，专门吃你这种有夫之妇了。要不是我爸逼我结交他，我怎么舍得把你拱手让人呢？哪知道这嫩小子连亲都没亲过你，我一点也不吃亏呀！你好坏啊！所以他家公司倒闭，是不是你家干的？当然了，吴杰超是我家的间谍，证据都是捏造的。晨晨那傻子还懵然不知，把我俩当成他最亲的人呢。我的女朋友和我自以为最好的兄弟，他们害死了我的父母。小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你是谁？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你先别激动嘛，这里是智慧殿，存放有整个宇宙高智星球的文明。哼，智慧殿，高智星球。哎呀，总之呢，我是这里的馆长，叫爸爸，可以帮你复仇。哼，如果你真能帮我复仇，不要说叫爸爸，叫祖宗都可以。不是爸爸的爸，是霸气的霸，学霸的霸啦。不管是哪个爸，请告诉我怎么复仇，我让那些伤害我和我亲人的人都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少人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意外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戏，真实就是超能力。虽然世界变笨了，我们从一不身份，都正襟危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如果你真能帮我复仇，不要说叫爸爸，叫祖宗都可以。不是爸爸的爸，是霸气的霸，学霸的霸。不管是哪个爸，请告诉我怎么复仇，我让那些伤害我和我亲人的人都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对了，我已经录下了他们的罪证，他们逃不掉的，你只要放我回去就行了。啊，很可惜，本爸爸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复活回去后的世界跟之前并不完全一样。虽然你父母还是被金家害死，但你并没有录下他们的对话。车祸也不是金祁连为了灭口而犯下的，而是你自己横穿马路造成的。不过幸好照你的是电瓶车，你只是手臂骨折，并无大碍。但你住进医院，还是让妹妹很担心。什么？那我用命换来的证据岂不是毫无价值了？难道这是个平行世界？小新，他在这边怎么样了？并不是平行宇宙，你妹妹很好，你很快就能见到她了。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跟我来看看吧。我刚刚说过的，这里是智慧殿，用于存放高智星球的文明。因为人类文明也上升到高智阶段，所以我过来做记录。不过嘛，中途出了点小差错。差错？受一股不明力量的影响，地球人被整体降智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名人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系统根据平衡法则模糊处理后生成的替代品。所以我要你重新传播消失的文明，把这个世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已在你大脑里植入了一套学霸系统，需要的时候你只要叫声爸爸就可以开启了。叫声爸爸，总感觉这个口令在占我便宜啊。这就是学霸系统，怎么样，还蛮酷的吧？你等一下，怎么属性全都是0啊？还有啊，这套衣服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那是校服啦，具体操作听我慢慢给你说明吧。系统每日会根据你的表现做出评分，不及格就要抽取惩罚。商店可以用学分购买道具，有一次性的，也有永久性的。暂时不用的道具可以放在仓库里。系统每天会分配任务，完成就能获得积分。至于圣使，太麻烦了，以后再说吧。我明白了，我帮你弥补差错，你帮我报仇雪恨，非常不易，我答应。哼，好大的口气！别说本爸爸没提醒你哦。你看那里，学分同时也是你的生命值。初始的10万分是系统送你的新手礼包，学分每秒钟都会减少1分。当学分归0时，你就将彻底死亡，永不复生。即便是爸爸我也救不了你第2次哦。怎么，被吓到了吗？吓到？怎么可能？我本来就是将死之人，现在不仅重获新生，还获得这么强大的系统。他们害死了我的父母，就连小新，那么开朗明媚的他，也变成这副样子。如果不能实现复仇，我也不想苟活。现在能让我有碾碎他们的机会，我高兴得无以言表。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我和我亲人所承受的痛苦，全从他们身上成倍讨回来。当我回到现实后，发现这个世界果然和以前不一样了。李叔和小新应该快到了，虽然没有离开很久，却觉得恍若隔世，好想快点见到他们。这些似曾相识的名人和作品，都是模糊平衡后的结果吗？可以确定的是，这并非平行世界，而是人类被降智了的我原来的世界。哥哥，我来看你了。一个人在医院乖不乖呀？小新，李叔，哥哥，你还痛不痛？不疼的。我给你轻轻摸摸就不痛了，痛痛都飞走啦。和我情况类似，小新的病也从重度自闭被修改为智商降为幼儿水平，这样也好，至少他能健康快乐。而且怎么会痛呢？我的傻妹妹，我心里只有将要复仇成功的快感。爸爸生前教着李叔决定收养我和小新，小新的情况离不开人，而我又身负重任，所以我接受了李叔的好意。林校长是我好友，这次卖我面子才让你入读，在里面可得好好学习呀。在学校尽量低调点，别给林校长惹麻烦，也照顾好自己。我明白，李叔，小新就麻烦您照顾了。重博学园是首屈一指的知名学府，里面的学生非富即贵，普通人除非天赋异禀，不然根本没机会入读。而这里也是我复仇的起点。生龙中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欲燃。就在快放弃激动，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
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展。学霸激动越唱一些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堆积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形，不管学习了不，好花园里跟着进。崇博学院是首屈一指的知名学府，里面的学生非富即贵，普通人除非天赋异禀，不然根本没机会入读。而这里，也是我复仇的起点。晨晨，电瓶车竟然没把你撞死，真是太遗憾了。不然你就可以去见你父母了。哼，来了。仙妮，你不是和他交往过吗？觉得和我比如何呀？他连你的脚趾头都比不上，这种书呆子，活该做单身狗。书呆子，单身狗。他们这种3岁小孩的对人水平，真是丢人现眼。喂，别突然出现吓人一跳好不好？没关系啦，除了你，其他人是看不到我的。你去商店买个毒蛇之嘴，让他们见识下什么是真正的对人。对哦，差点忘了还有这功能。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就拿你们开刀。爸，太小声了，这样可启动不了系统啊。爸，可购道具：毒蛇之嘴、酱汁帽、摔倒香蕉。话说别人不会以为我在自言自语吧？放心吧，进入系统后时间会停止流逝。就这小儿科的道具，用来对付他们，还不是挠痒痒呢？自己等级低还挑三拣四，你乖乖跟着我升级，以后有的是厉害道具给你。算了，反正都不贵，全买下吧。毒蛇之嘴购买成功，酱汁帽购买成功，摔倒香蕉购买成功。装备，毒蛇之嘴。听到没？他叫我什么？爸爸。他呀，肯定是车祸撞到脑子了。哼，乔轩妮，虽然你身上喷了高级香水，但我还是闻到一股铜锈味。你在我家出事后，就转身投入金祁连的怀抱，真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图谋什么？你，晨晨，你竟敢！晨晨，你再说一句试试。我有洁癖，懒得跟你这种垃圾讲话。要论垃圾分类，我看你跟乔轩妮也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哼哼。对的好，对的妙，对的呱呱叫。本爸爸罩的人，你也敢欺负？骂神算什么本事？你车祸住院，根本没参加升学考，凭什么大摇大摆和我们一起上学？哦，原来是走后门的呀！我说呢，你的智商想不到也正常。谁说只有考试才能入学，就不能保送吗？开什么玩笑！偏你也配保送？配不配也不是你能评说得了的。你若不服，就来场问题对决，我们出题互考，我若答不上来，就立马退学。反之，你得当着大家的面给我磕头认错。小星，你也想打赢我？齐少，这事儿不用你出马，我替你摆平他。哎，我知道他是拿过奥数1等奖的鲨鱼。对，好像是数学特长生。这下有好戏看了。哼，我无所谓和谁比，结果都一样。我提前看过课本，只有小学低年级的文化水平，我想输都难。那么就由我数学特长生
奥数1等奖获得者茶余向你这个走后门的家伙提问。接招吧，9乘9等于多少？这是我遇到过最难的比赛压轴题，连老师都不一定能算出来。哼，你还是趁早认输吧。简单，9981。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数学奥义乘法口诀？你一个新手怎么知道？不会吧？答对了，我来算算，9加9加9。妈呀，太难了！哇，不愧是保送生啊，天才啊！哈哈，到我了，我出个简单的，4加6等于多少？装备蒋志茂。这谁答不出来啊？他想不想赢呀？哈哈哈，晨晨同学还是挺谦让的嘛。4加6，4加6，该死，我怎么算不出来了？怎么回事？这都解不出，丢人现眼的东西！刚才是你们比的，无冠，敢不敢再跟我比一次？哦，金大少爷都屈尊出马了，我还有什么不敢？出题吧。保你算一天都答不上来。从1加到100是多少？说。这么大的数字，怎么算啊？只有计算机才能算出来吧？怎么样，答不出来了吧？还不快滚！那个开了挂的还在讲啥？给我狠狠打他脸啊！呵呵，真是难以置信，人类文明竟然倒退至此。这种题也配拿来问我？金大少未免太高看自己了。答案当然是5050，算法是1加100再乘以50。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旅程。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点怪，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日常一起，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一定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好画面也跟着进。顺便加到1000是50万零500，加到1万是5000万零5000，加到2万也行。不过我怕你用计算机都算不出来，又来说我胡说。我算出来了，真的是5050。哇，太厉害了！人肉计算器啊！下跪！什么下跪？下什么跪？我不记得了，让开！我去！哦，啊！既然你爸没教你怎么做人，那我就代替他教育一下你这个不孝孙子。这不可能，只是普通的滑倒，为什么会倒成下跪姿势？给我记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只是开始，别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的。还不错，不愧是我选中的男人。晨晨，我跟你没完！这个晨晨有点意思，很期待和你正式见面呢。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新的学期和新的同学。脸大身材无可挑剔，我要是能当她男朋友，少活10年都愿意。哎，兄弟，放弃吧。4大天女，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追得上的？重博学员，
有沉鱼落雁四大天女，集美貌、学识、家世于一身。她们4位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这林雨儿便是其中的雨。哎，你该庆幸刚才的话没被学长听见，不然麻烦就大了。谢兄弟提醒，不然我可地捅娄子。不仅如此，童星出道的乔轩妮跟我们同届。哎呀，本校的美女质量着实太高了呀！往往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看着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肮脏的灵魂。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就是。更是本校举办迎新活动，希望各位金同学替替参与，有没？真悠闲呢，还有时间搞迎新，我还是回家学习赚学分吧。哼哼，你太天真了。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学分即将耗尽的警报声，你只剩最后1小时生命了。不可能！买了那3个道具后，明明还剩8万多分。那4加6是多少？是多少？原来是我使用降智帽后一直没有关闭，所以他一直在以每秒100分的价格扣积分。话说价格文字也太小了吧，故意坑我的吧？降智帽取消。4加6等于10，这么简单我怎么算不出啊？唉，这次是我太粗心了，还有办法补救吗？你想活命也简单，完成系统的超级任务就行了。所谓超级任务，就是系统判定的以你现在的等级成功率不足1/10的超难任务。超级任务奖励固然丰厚，可一旦失败就会被扣除等额学分。不过反正你也快死了，死鸟当场火鸟衣吧。废话少说，看看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你真拿我当小秘书啊？叫我爸爸爸爸。账目领取成功，还剩3491学分，兑换成生命值就是58.18分钟。糟了，李叔让我在学校低调点，有没有既不暴露身份又能出风头的法子？厕所！那个人好像掉了什么东西。面具有了，刚好他的发型身材和我差不多，这面具借我用一下，等我完成任务立马归还。这里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原来如此，趁着现在人多，正好可以让我出风头。同学，你是新生吧？老生题对你来说太难了，来试试新生题吧，答对有奖哦。好无聊的题目，这么简单也好意思拿出来考别人？那这个社长题目是干什么的？哦，那个呀，那个就是社长亲自出的难题，几乎没有人能解答出来的。有点意思，不过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小儿科了。我劝你还是别痴心妄想了。哼，那我偏要答题。哎，等一下，同学，要答对那2道题才有资格挑战这道。5分钟11个，对吗？对了。他只看了一眼就算出来了？天才呢！我算了好久都没有算出来。社长亲自出的题，原来如此。需要心算2位数乘法，难怪没人能答出来。55乘67等于3685， 92乘以17等于1564，所以26乘以89等于……我的答案是2314，没错吧？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人边，焚烧人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欲燃。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
相不相反，还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另外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展。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是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知分，都年纪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没错。什么？答对了！恭喜你，同学，获得跟我们社长共进晚餐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趣味数学社的终极大奖！社长被猪拱了，佳木斯宝宝了！难怪这里围了这么多人，我就知道有问题。哼，不错嘛，任务进度已完成20%。才20%？对不起，我没空跟这种自恋狂吃饭。连4大天女之一夏冰城的约会都拒绝了，这家伙是谁啊？超级任务进行中，目前进度20%。就这里人最多，没想到是长跑赛。虽然我运动不差，但跟体育特长生比，出不了多大风头，还是换别的吧。这就放弃了？没发现你的等级已经升到 LV2 了吗？每升1级，系统就会送你1次抽奖，不过奖品好坏纯看人品。看来系统也不总那么坑，如果能抽到1万学分，我就能多活2小时了。行，我就来试试人品。开始抽奖，经典道具，动作寄语。哦，运气不错嘛！这个道具可以让你在做同一个动作时不会产生疲劳感，通常是在被老师罚抄说时使用。这个也配叫经典？算了，看在刚好能派上用场的份上，那我就勉强接受。装什么装？还不快说系统的恩赐？是1500米对我这种体育特长生来说太轻松了，就当做个热身运动吧。哈，你以为戴个面具就能吸引女生注意吗？赛场上靠的是实力。竟敢无视我！看我待会儿抄你一圈，好好凶毒你！预备，好！跑步姿势一看就是外力，还把1500米当短跑，一上来就全速冲刺，蠢不蠢？这是失了兴奋剂吗？都500米了，速度还一点不减。征途不水云的第一站，你输给这种面具小丑！臭小子，别以为你赢定了，我是不会输给你的。长跑太后时间，趁现在看点书赚点学分先。大家看那个戴面具的，边跑边看书，超强啊！简直秒杀全场啊！他还是人类吗？出现了！冠军诞生，破纪录了！臭小子，别以为你赢了，这次，下次我要。有人晕倒了，快送到医务室去。完成度50%了，不错嘛。
果然，参加热度高的活动是提高完成度的关键。接下来还有哪里热度高呢？推理社的迎新活动真火爆啊！这次推理社下了血本，谁先解开50道题，就能获得天后王妃的演唱会门票。你开车时目睹一场交通意外，肇事车辆的车牌号是10UA18。为什么警方找不到这辆车？你发现教授失踪了，只看到教授的电脑屏幕上显示101×5，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保险柜的6位数密码跟9点35分15秒有关，为什么输入093515却不对呢？难度真不低，全解开要花不少时间呢。后视镜看到的车牌应该反过来，是81AU01， 101×5等于505，代表 SOS 求救。9点也可能是晚上，所以密码是213515。轻轻松松，简单拿下。厉害！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人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欲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吧？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戏，真是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已经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阿怪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全是最基础的推理题，看来这个世界连创作能力都倒退了。50，好，全部完成。所有人都看着你，这下任务应该完成差不多了。爸爸，任务进度到哪了？蒙面歌王的比赛马上到你了，快跟我走！我到处找你，你竟然在这里！他究竟是什么人？快点儿，来不及了！放开我！他真把50道题全都解开了。同学，麻烦你看看这些答案正确吗？完全正确，这可是我从上百本推理书中精挑细选的难题啊！原来是会长大人，我输得心服口服，大奖是你的了。不，你误会了，其实我宣布，推理大赛的优胜者是林雨儿同学，大家鼓掌欢迎！那个，刚才那个蒙面同学好像去参加歌王大赛了，我得把奖品给他，向他道歉才行。加油啊！真的好好听啊，这也太好听了吧！太可惜了。还是50%，没有变化。看来因为没有交答题卡，系统不承认。离决分耗尽只剩5分钟了，你有把握吗？幸好这比赛人气高，背影拖来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马上轮到我了，到底唱什么才能惊艳全场？怀旧经典、流行神曲、飙音炫技？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死了都要。不行，这些我未必能赢。对了，受一股不明力量的影响，地球人被整体降智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名人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系统根据平衡法则模糊处理后生成的替代品。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从古至今没有历史底蕴积累，知道能够震慑全场的是。也就刚才那女生唱的有点意思，冠军非她莫属。总算要完了，早知道不来当这个评委，简直浪费时间。加油啊！已经没时间了，是死是活，这都是你最后的机会。剩余时间242秒，241、240、239。你的眼光，说多种哀伤，苍白欲望，勾出往。听好了，他果然在比赛。哇，没想到还有压轴选手呢。哇，太美了，是原创吗？可以直接出道了呀！啊，我感觉我的灵魂受到了洗涤。这是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太令人动容了。用菊花凋落的花瓣隐喻内心的伤痛，黄色的菊花与泛黄的笑容呼应，看似轻易浪漫，实则深刻入骨。再加上悠扬古典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能刺入我心底。谢谢大家，我唱完了。糟了，观众毫无反应，系统没有认可，只剩最后3秒钟，死定了。3、2，太牛了！太好听了！再来一首！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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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成功完成超级任务，获得10万学分。终于赶上了。不容易呀！对不起，周董，为了续命，只能尽你的才华一用。同学，你唱的太棒了，这首歌可以卖给我吗？你还有其他作品吗？以后想不想从事音乐工作？我就随便唱唱而已，没打算走音乐这条路。随便唱唱都有这水平，哎，天才啊！你以后跟我混，我保证把你打造成华语乐坛的天皇巨星。不用了，我只想好好学习。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点对手，爱人走人边，焚烧人无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点怪，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展。学霸激动日常一息，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堆积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哪管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
谁抓住他，我就做偏和王妃的亲笔签名。我逃跑了，大家快追啊！摘下他的面具！忘了把门票还给他。不过，只要你还在沉默，我就有办法找出你。总算甩掉了。追啊！他往那边跑了。幸好戴上了面具，不然以后上学就别想清静了。哇，还不错嘛！想不到你不靠道具也能起死回生。不过我可没有表扬你，你别骄傲啊！大仇未报，我是不会这么容易死的。金祁连，你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听说有个蒙面学霸今天出尽风头，震惊全校，没想到居然是他。以后真不想再看到他。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分班考试，他休想踏进校门。小神啊，今天在学校的情况如何？对新学校还满意吗？和同学们相处的怎么样？没有被欺负吧？非常满意。特别是有2个熟人在，以后的日子一定不会无聊了。今天怎么老是打喷嚏？李叔，我吃完了，回房温习功课了。哥哥不要走，哥哥，给我讲故事。小心乖，那就讲一会儿哦。哥哥还要学习。好耶！我要听啪啪猫和呆呆鼠的故事。没想到给小新讲故事花了这么长时间，不是听他话戴上这个发夹都脱不了身。下次不会让我穿女装吧？对了，召唤系统，爸爸说，呸，学霸说这里消耗的时间不会影响外面的时间，那我可以慢慢在这里学习。这个世界的教科书太粗浅，还好这里保留了原来世界的知识。自学1小时，任务完成，获得2万学分。运动1小时，任务完成，获得2万学分。插花制作任务完成，获得2万学分。妈，小新，你们再等等，我一定要把失去的文明找回来，让我们一家重新团聚。虽然外面世界时间不流逝，但在这里待久了就好累啊，又完全睡不着，不然就在这里面好好修炼了。算了，先出去睡觉吧。书法练习任务完成，获得2万积分。好困呐。晨晨，看啥呢？你怎么不穿内裤？我有裸睡的习惯，你不知道吗？或者说你出来干嘛？我没叫你。我有重要事情通知你，你今天的综合评分不及格，要接受惩罚。什么评分？我连超级任务都完成了，怎么可能不及格啊？综合评分不光看结果，还会综合考核你执行任务时的表现。你不仅偷拿人家面具，长跑时有人晕倒也不帮忙，思想品德妥妥的不及格。好吧，我认罚。哈哈，那就来抽你的惩罚。这都是什么鬼？裸奔是犯罪吧？我会社会性死亡的。居然抽中向陌生女性表白，这我怎么做得到？不是出柜和裸奔，你就该偷笑了。如果不做会怎么样？会死啊！就是这辆车，只要阻碍他准时到校，金少就给5万。富二代就是大方。雷，怎么闯出来一辆小汽车？哎呀，前面出车祸了，肇事车逃逸了。昨天没帮跑步昏迷的同学就被评为不及格，今天遇到车祸，如果我又置之不理，说不定明天就要被罚裸奔了。师傅开车门，我要下去救人。小伙子好样的！哇，这小子真棒啊！赞！小姐，前面出车祸了，好像有个穿重播校服的男生正在救人。啊？那不是昨天校门口的新生吗？没想到他还有见义勇为的一面。
你还犹豫什么啊？这不是表白的大好机会吗？他因为惊吓过度而昏迷，什么都不知道。对不起，奶奶，我也知道我直接下来的行为荒唐至极，请你看在我把你送到医院的份上，原谅我的胡来吧。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次再来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3个字：我爱你。说到表白，一定是这段台词吧，也算是文化精髓了。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感。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意外相伴。想不想返还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例外，背着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站。学霸激动日常一起，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从你不知分。和日积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两步步，桃花运也跟着进。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醒了！啊！太丢脸了！老师，你就让我进去吧。不行，15分钟之后就不准进考场了。可是我早上救人去了，老师，拜托您通融一下嘛。这是谁在这瞎吵吵啊？走，有什么话跟我到办公室去说。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迟到？我叫程晨。真是看不惯这种出场自带仰视角的嚣张主任。今天早上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出车祸，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所以来迟了一些。哼，你这个理由倒是编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当我是傻的吗？啊！你若不信，我放学去医院拍个视频证明，你就先让我去参加考试吧。你都旷考语文了，就算数学满分，平均分也不及格。让你父母办转学吧，差生。这人一点道理不讲，气死我了。大不了我向媒体爆料，说重博不提倡见义勇为，用舆论把我留下。不过和校领导结仇，就算留下来，日子也不好过。不如用道具来解决。就那3件道具，能帮上什么忙？那是因为你等级低。学霸系统有学生、学霸、学仙、学神、学圣5个头衔。晨晨目前等级还是学生，级别每升1级，获得抽奖机会，商场解锁新道具。不过你昨天升级到了 LV2 了，商场解锁的新道具。价格翻倍了，你这是黑店吗？没看到功能也变强了吗？1分钱1分货。算了，就买好运来吧。好运来，购买成功。你怎么还不走啊？喂，我是张斌，是江局长。教育局有什么最新指示吗？你们今年的新生中
是不是有个叫陈晨的？陈晨，不就是他吗？莫非这个差生在外面捅了大娄子，被告到教育局去了？是有这么个学生，他违反校规，我正准备开除他。陈晨同学人品端正，为什么要开除？今早我母亲出车祸，就是他送到医院的。什么？原来他真的去救人了，救的还是江局长的母亲。你先代为转达谢意，下次我亲自来重播感谢他。好，我知道了。不错嘛，新道具还挺方便的。主任，我这就去办理退学。陈同学，请留步。陈同学，这边坐，刚才是误会，学校会给你颁发见义勇为的奖状的。这变脸功力真是绝了。奖状就不用了，希望你能让我回去考试。哎呀，还有15分钟就结束了，就算回去也做不完考卷了，不如我给你安排补考吧。万一系统说我搞特殊化，但不及格就亏大了。不劳主任费心，时间够用了，只要我做完最后20分附加题，平均分就有60了。那道题对了，就值120分呢。哼，牛逼吹破天！你以为是做小学题吗？不行，江局长说要亲自见他，不能让他退学。为今之计，只有我帮他拿满分了。秦老师，这些就是今早数学卷的答题卡吧？对，都在这了。咦，怎么没有陈晨的？哦，他考了120，已经送到校长那去了。什么？还真考了120分？果然如此啊！你猜对了，陈晨也是幸存者。生龙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旅程。就在快放弃，激动上梦，意外相伴。想不想反而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对其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哪管学习了不顾，豪华天也跟着进。一只青蛙一张嘴，2只眼睛4条腿。我真是个小机灵鬼。小心，不可以在哥哥的作业本上乱涂乱画哦，不然会打屁屁哦。哼，我才没有乱画呢。答案全对，这可是高中题啊，他怎么会做？难道小新才是天生学霸圣体？这些都是你做的？597加489，你能心算出来吗？1086，太简单了。那56764加48524呢？如果是以前的小新，一定能算出。不用试了，小新和你一样，都是上个世界的幸存者。谁？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小新别怕，别怕，我是保护你们的。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世界改变了吧？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原来的文明遭到一次大面积抹杀，科学界将这次文明倒退，称为朔灭。保留了一点朔灭前记忆的人被称为幸存者。
我们虽然可以使用手机、电脑这些高科技产品，却无法理解其原理，所以技术只能停留在原地。没想到还有人保留了原世界的记忆。还好李叔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都被吓了一跳。你知道是谁在猎杀幸存者吗？我是管知识的喂，又不是查户口的。为了你和小新的安全，你一定要低调，别被杀手盯上。好的，明白了。不过李叔，你怎么知道我是幸存者的？分班考试数学卷最后的20分附加题是林校长专门用来检验幸存者的。不过你放心，林校长是自己人。好了，小新，今晚就不要缠着哥哥了，早点回房休息吧。不嘛，小新还想继续听。太大了，以为这世界只有我一个未降智，但想想怎么可能？如果真是你，那些电器产品又是谁在生产？是我太小看这里了，以后尽量在校内活动。这种模糊平衡后的世界果然容易出 bug。你准备以后低调做人吗？如果没有惩罚系统，我倒想低调做人。还好现在知道杀手组织的存在，在干大事的时候蒙面即可。分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快去看看！别激我，别激我，我是学生，我先看。10班，太好了！5班，我们英俊组合要为除魔增光添彩。10班还想为学校增光添彩，我看是丢人现眼才对。一群低能儿凑在一块儿，还想负负得正不成？什么意思？10班怎么丢人现眼了？谁不知道10班是放牛班？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怎么，有人急了？再说我揍扁你！滚！冷静点，你揍他会被退学的。你小子谁呀？跟你有啥关系？放开我！我也是10班的，咱们得智取，不可武斗，不然你被退学了，不正中他的下怀。往后稍稍吧，让我来，看我操作，好好看，好好学。这位同学，你又考了多少分呢？这次有点发挥失常，不过也够甩你们几条街了。 5班的迪霸其他总分154，排名145，语文80，数学74，好厉害啊！你的分数让我想到一道题，你若能答出来，我就代表10班向你道歉。好啊，我倒要看看10班的人才有什么好题目。哼，反正他准的都没说，答不上来会怎样？索性陪他玩玩吧。行啊，你快出题吧。别急，来了。Stop。145是排名，154是总分，第87是你名字的谐音。这题可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什么鬼题目啊？这算式里怎么还有字母？这谁能算出来？我看你是诚心为难我霸气。人不行，别怪地不平啊！看我替你算。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人边，但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相不相反，还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比动越长一些，真实就是超能力。随着世界变笨了，我们总以不这分，都得体为牢，全面发展不变心。哪管学习了不顾，好花年也跟着进。
看好了，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白痴！你敢侮辱我？这题出的也太妙了！一无是处的白痴！你看，我就说是给你量身打造的。你叫什么名字？你小子放学别走10班，程晨，有事我奉陪。什么？数学居然120，语文0分，这是什么怪才啊？你说能让我在学校看到他吗？这混蛋收了钱没把事办妥，看来就要我亲自出马了，我一定要一雪前耻。又是这个新生，他可真爱出风头，不过有点可爱。这算是也太损人了。等等，不对，这个笔记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呢？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对了，笔记和侦探社答题纸上的一模一样，难道他就是蒙面学霸？这首咏雪是著名诗人张打油所著，不过全篇没有一个雪字，却能使人置身于茫茫大雪之中，妙哉妙哉啊！打油诗成为千古名篇，数学止步于乘除法。理化生更是彻底消失，要让文明恢复如初，可不容易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吧。好耶，下课了，我要去买棒棒糖。棒棒糖有什么好吃的？跟我玩纸飞机啊！弹簧绳才是绝绝子啊！嘿，谢谢你早上替我们出头。我只是看不惯那人趾高气扬的样子，跟你们没关系。人际关系也会纳入综合评分，你别乱得罪人哦。哎，那我这高冷的人设岂不是没用了？跟你们开玩笑的，同学间本就该互相帮助，不必多谢。嘿嘿，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冷漠。来吧，就差你了，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姐妹俩谁当选班花？悬念即将揭晓。啊，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有区别吗？区别大着呢。姐姐叶心如温婉知性，尤其擅长美术；妹妹叶如意能歌善舞。要不是突然杀出个蒙面学霸，妹妹就能在歌唱大赛夺冠了。蒙面学霸就是上菊花台那人，而且他还拒绝了夏冰城的晚餐邀请，那可是4大天女的邀请啊！你说气人不？那个陈同学，能耽误你点时间吗？林学姐，你们吼这么大声干嘛？请问学生会长，找我一个普通学生有何贵干？普通学生可写不出那种损人的算式，何况你还是蒙面学霸。蒙面学霸？我吗？他怎么会知道？不应该，我做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的。让我看看。他们说什么完全听不清啊！喏，你看这个，这是蒙面学霸参加猜谜活动时写的答题卡，字迹和你骂迪霸奇时写的一模一样。居然被他认出来了，可我绝不能承认。这女人真难缠，你赶快搞定她！你放心，我只是想把猜谜活动的奖品还给你。你看到什么了？似乎是拿了个红色的信封给晨晨，莫不是情书？林学姐竟然向他表白！对不起，你认错人了。他竟然拒绝了！没天理啊！我的女神被人拒绝了！又有人拒绝了4大天女！竟敢向林学姐甩脸子，我饶不了你！晨晨，我要和你单挑。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日常任务有更新，战胜雷凯旋将获得5万积分。既然你有这个雅兴，我就奉陪到底。任务领取成功。
今天没时间比综合，是男人就比体育吧，项目随你选。说的真准，不就仗着自己是体育特长生吗？好啊，那就比篮球吧。没想到他体育这么好。篮球我最拿手，3分钟就能虐哭你这个倒数第一。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例外，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是都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这分。都已经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好画面也跟着进。嘿嘿嘿，开始啦！瞧你那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就凭你也想阻挡我？我可是号称球场狙击炮的男人，想在我手上抢球，做梦！进球了，进球了！让你不和我一起压雷凯旋营，你看现在他先拿到手球吧。晨晨这小子能不能行啊？后悔了吧？提前预告一下，我赢了，你就要剃头谢罪。进一个球就嚣张成这样，待会儿有你好看！先用滑倒香蕉抢到球，再用测量项连进10球，这就是你的战术吧？不，其实我不打算用道具。选篮球只是因为这是我的强项。什么？球被抢走了？能遇上强劲的对手，真让我热血沸腾。算你走运，白捡1球。不过你休想再进了。你跟他硬拼什么？说要去光头的！哼，别太小瞧我，难得碰上个高手，我想跟他过过真招。啊，陈诚，你太嚣张了！我不管你了，你爱剃光头就剃光头去吧！没想到这小子比分追得这么紧，最后一球定胜负了，看来只能……倒是小看了晨晨，谁竟然还能和我不相上下？这一球尤为关键，不要守住了。最后一球，我死也要防住。我碰到了，有希望。哼，高兴的太早了，没用。指尖触碰这点也在我计算中。测量线装备成功。不论出现多少偏差，最终球还是会精准无误的落入篮筐。太棒了，太精彩了！什么？我竟然输了 ！Oh no！ 我居然跌到500名！呵呵，最后还不是用了道具。这次是因为做任务，我必须赢。日常任务完成，获得5万学分。你是一个很好的对手，我能赢只是运气好而已。下次我们来堂堂正正比一场吧。啊，晨晨，别假惺惺的，我愿赌服输。说吧，让我干什么？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找我单挑吗？我以前是个不良少年，经常和校外的小流氓打架。有一次我打架时遇到了林学姐，嘿，胆儿真肥，我也敢惹，还不认错？我求求你饶了我吧！住手！你们干什么？再不住手，我要报警了！林学姐又聪明又勇敢又温柔又高雅。这位同学，你没事吧？不用害怕，伤害你的人已经走了。谢谢。哦，我明白了，他救了你，顺便俘获了你的心。不，你别误会，那个错货不是我，这个才是帅吧？这个女孩，她好善良，有点情不自禁。我打过那么多人，从没人敢管，唯独林雨儿，她那么善良，我不许别人欺负她。我怎么欺负她了？你拒绝了她的表白，当着那么多人，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啊！不是这样的好吗？还有你别每次都惹我这里，很变态哎！哟，出这么大事，你还有心情办公？啊？什么大事？你不是向一个新生表白，还被拒绝了，全校都传疯了。没想到我们沉鱼落雁的鱼儿，竟然芳心暗许啊！生龙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人边，他少年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旅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吧？虽然有明白，背着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些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从一不这分，都已经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怕管学习了不，好花天也跟着进。就是他拒绝林会长，我真的帅哥，还说要保持低调，现在全校都认识你了。谁知道这么多人突然关注我？早知道就不参加解谜大赛了，真是无妄之灾。学校社区一大堆在讨论这件事，热度是降不下来了。同学，你衬衣没扎进裤子里，违反校规了。总算等到你了，蒙面学霸。啊，这也算违反校规？我前几天都这样穿的。那就连前几天的一起惩罚。你先去后边等着。他认识我，该不是故意整啥吧？看什么看？站后边去，别磨磨蹭蹭的，小心我扣你们班级的分。你们怎么也在？要是因为上课迟到，晚上综合评分又不及格，就亏大了。不系领带，衬衣不扎进裤子，袖子太短，带零食带漫画染指甲，陪妹妹受罚，这都什么和什么呀？我抗议！你怎么又打一个十班的？你这是刻意刁难！吵什么吵？反正你们就是违规了。规矩就像用规划圆、用举划方一样，没人可以改变。会长告白被拒的留言，就是10班传出来的。要怪就怪你造谣生事。那如果改变了呢？哼，如果我用圆规画出直线，你是不是可以放过我们？什么？怎么可能？不过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我还是保险一点。姐，保持形象。好啊，不过我要跟你约法3章：1，不许把圆规当成笔，
用直尺辅助。2，圆规要画圆，不许把笔头向外拿。3，不许画一条很短的近似直线的弧线。你若能画出来，我就放过你们。以后无论你怎么穿校服，我都不管。画就画，别怕他。手拿开，否则我戳你。如果画不出来，我就把你们造谣会长的事告诉校长，让校长开除你们。好啊，我接受。这种初中难度的问题还是太低估我的水平了。圆规在平摊的纸上当然画不出直线，若是把纸稍微卷起，让圆规最大角贴着内壁画弧，那就另当别论了。画完之后再展开，圆就变成了直线。诸位请看。什么？真的画出来了？送你一句话，原则是用来坚守的，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别把自己禁锢在规则里，否则永远只能看到方圆内的世界。不要！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哎，厉害啊！多亏你相救。切，什么嘛，每次都自己出风头，不给我表现机会。都给我站住！你们在这瞎吵吵什么？是他刻意刁难我们。是啊，专门抓10班的人。都给我放手！胡说八道，拿出证据啊！重播总共有1500名学生，每班50人，随机抽到1名10班学生的概率是1500%，连续2名是1500%乘以1499%49，连续6名是10亿分之一，比陨石砸中的概率还小。这个证据够充分了吧？还说不是刻意的？这不就是救了教育局局长母亲的那个人吗？居然有人敢找他的茬，我要赶紧把他摆平。本主任亲眼看到，还敢狡辩，你太令我失望了。回去写检查。不是的，我老师，你听我解释啊，老师。人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但少年无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感。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像不像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戏，真实就是超能力。虽然世界变笨了，我们总力不减分，都代替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好画面也跟着进。陈同学，以后再有人滥用职权，就告诉我，我替你主持公道啊！谢了。他到底是什么人？教导主任为什么偏袒他？因为陈晨是关系户啊，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被他收买了。你是什么人？我是正义的伙伴，你敢跟我一起揭穿真相，把这个毒瘤赶出重播吗？怎么还是 2v2？光自己学习怎么行？要把知识传播出去，让世界复原，才能获得更多学分。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可以招揽4名圣使，让他们助你传播知识。圣使不仅要单科能力强，还要对你忠心，且富有正义感。你要多留意身边的合适人选了。唉，一时半会儿哪找得到？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怎么才能把知识传播出去呢？
今日综合评分已出炉。啊，这么快就12点了，幸好今天没迟到，应该及格了吧？你太天真了。今日评分58分，不及格，请抽明日惩罚。怎么会？我做错什么了？你画直线那张纸的正面印的是校规，你犯了损坏校规罪。啊！你早知道怎么不提醒我啊？你抽中的是穿女装买女士内衣。恶趣味更明显了，而且我哪来女装啊？天哪，饶了我吧！哥哥，我又做噩梦了，可以跟你睡吗？穿他的不就行了？小新，哥哥对不起你。好漂亮啊！看什么看？哇哦，想不到你女装还挺好看，有当宅男女神的潜质。这次被你坑惨了，我得赶快完成任务回家去。妹妹的裙子太短了，终于找到内衣店了。终于买到新出的恐龙猎人了。他们怎么在这里？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不如我们在这里联机玩去吧。来就来。怎么回事啊？偏偏这个时候要进来打游戏，真想用隐身药水逃出去。惩罚期间不可以使用道具，这次不是我坑你，是天药王你。你快上啊，给我加血！打他尾巴。那个人看什么呢？专心打呀！你看那个美女一直趴着，是不是大姨妈肚子疼啊？脸都陷进桌子里了，你怎么知道是美女？美人在骨不在皮，看她的大长腿和气质就知道是美女了。摘录自朴俊才的老绅士语录。总觉得这身板有点眼熟啊，仿佛我俩不久前刚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有道理，我去买杯益母草奶茶关怀他一下，说不定春天就来临了。恭喜你要被搭讪喽！这群王八蛋别给我添乱了。那边3位男生，你们的珍珠奶茶好了，请过来取餐。就是现在。我的春天怎么不在了？我还没出手呢，春天就不等我了。总算是有惊无险。趁现在赶紧把内衣码了，这女鞋穿得我脚疼。喂，你走光了喂，还得我帮你挡挡。总感觉我一个大男人来挑内衣，我像个变态啊！这么多款式，我怎么选呢？还有蕾丝款、透视网纱。哎呀，不管了，随便拿一件结账吧。肉美女，你穿 C 杯有点大了，我推荐你试试 B。还有，这是刚出的新款，很适合你。不用了吧？我觉得我拿的挺好的。生命中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人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旅程。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意外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吧？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戏，真实就是超能力，随身皆变分了。我们聪明不知分，都已经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了不，好花年也跟着进。那店员的销售能力太强了，我完全拒绝不了，只能假装试一下吧。那个，对不起，
可以请你帮一下忙吗？背后有个扣子解不开，好像卡住了。我试了好几次都不好解，手都快抽筋了。今天这运气也太废了吧！死了，不许开！好了，解开了。谢谢你。啊，人呢？怎么突然不见了？不过，这个小姐姐看着有点怪怪的，好像之前见过一样。为什么到处都是熟人？太惊险了！哼，你们男的都喜欢这种。等我进化成学生，不知道比他好看多少倍。买单，请在小票上签字。那个，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认错人了，美女，你拿错袋子了。总算买到了。每次做惩罚任务都要丢掉半条命啊！便宜还卖乖，明明就是福利。这是什么？那是我的，你拿错袋子了。这袋才是你的，晨晨同学。晨晨是谁啊？你认错人了。咦，好做作。别不承认，我都看到你的签名了。这女人是笔迹鉴定专家吗？这不就是你的字迹吗？晨晨同学。我承认，但我这样打扮是有原因的。你放心，你女装的事以及看过我身体的事，我都会保密的。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啊，一定是威胁。越是漂亮的女人心机越深。晨晨，你完蛋了！不至于吧？我哪有什么可以给他图谋的？晨晨同学，你可以帮我补课吗？啊？说实话，我对你的数学才能羡慕极了。我虽然文科不错，但理科不行。如果你帮我辅导，我保证一定不会乱说。原来是这样啊！好啊，没问题。那我也有一个要求，我昨晚认真的想过了，如何把知识传播出去。我可以帮你补课，但你要推荐我加入学校广播站。只要能加入广播站，我就有办法升旗。经过林雨儿的介绍，我加入了学校广播站。只不过，费那么大力气，在广播站只混到个端茶倒水的饮水机 boy。早知道还不如直接参加面试呢。晨晨，原来你也在广播站。唉，待会儿面试要背诵会长开学典礼时的致辞呢，不知道我行不行？你的声音条件很好，没问题的。1. 被帅哥夸奖，满血复活。2. 这招对我没用。3. 以身相许吧，少女。你谁啊？行不行是你说了算的吗？副站长好。我记得你好像是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白痴啊。是敌白痴？不，你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哎呀，都一样了。狄霸奇，1年5班，从小学习播音主持，曾获国家优秀青少年主持人奖。被晨晨当众羞辱后，一直怀恨在心。听说你是林雨儿推荐的，不过可不要太得意忘形了。我们广播站不是靠脸吃饭的。可不是嘛，看到你能当广播站站长，我就明白了。我，那就从你开始吧，跟我进来。是。开始背吧。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停！生龙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人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
学霸激动越唱一些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丢弃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了不误，好花天也跟着进。第一句就错了，阳光明媚后面的的字不用背了。你走吧，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敢来广播站面试了。你对我不满就冲我来，为什么要为难他？这句话有没有的字是一样的。你懂什么？林会长从小饱读诗书，每个用字都是不可替代的。啥？我不懂。那不如打电话问问他本人吧。喂，雨儿，有件事我想请教一下。他居然有学生会会长的电话号码，听起来还很亲近的样子呢。那你，他居然叫会长雨儿，我没有听错吧？哎呀，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什么的不要紧了，致辞而已，不用在意那些细节。看吧，本人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就算这样，叶如意讲话结结巴巴的，还是不行。什么人在广播站里大吵大闹？王延倩，2年2班，广播站站长，4大天女之一，演艺世家出身，父亲是名导，母亲是影后。嘿，站长，就是他故意捣乱，影响我面试新人。你就是晨晨吧？我可是看在雨儿的面子上，才让你加入广播站。但如果你处处拿他招摇过市，小心我让你滚蛋！我听了你刚才的背诵，语速不达到每秒4字的最低要求，很抱歉，你落选了。情感才是播音的灵魂，你只因语速就刷掉它，太不公平。晨晨，并不是我故意为难他，但口齿伶俐是主持人的基本要求，他离基本要求确实还有些差距。既然这样，你作为广播站的站长，想必是实力担当了。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我写的这2句话，如果你能10秒钟内念完，我就跟叶如意一起滚蛋；不然，就让他加入广播站。可以，没问题。晨晨，要不还是算了，别因为我的事把你也连累了。大不了我等下次面试再努力就是了。放心吧，不会输的，你等着看好了。可以开始了。这个世界没有绕口令，我看你怎么念得完。站长加油，让他们瞧瞧咱广播站的天花板。我输了，叶如意同学，现在你正式成为广播站的一员。什么？谢谢你，晨晨。要是这次没通过，下次面试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没事，同学就该互相帮助嘛。他艺术细胞好，是成为圣石的好苗子，而且帮他也算见义勇为，还可以赚学分。哼，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黑灰化肥会发灰，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飞，黑灰化肥会发灰，发黑灰会为，飞花化为灰。Yes， 我终于在10秒内念完了。晨晨，谢谢你昨天帮了我，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便当，不过别告诉你女朋友，我怕她误会。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别动，我没有女朋友。太好了，他说他没有女朋友，这么帅的人居然没有女朋友。晨晨这个到处沾花惹草的家伙！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广播站有什么活动吗？听说今天有嘉宾要来参与广播呢，不知道是谁。乔同学，我们是广播节目，
不需要化妆。乔轩妮，你怎么在这里？吵什么吵什么？他可是这期名人访谈的嘉宾，你给我上边上待着去。啊，你们认识吗？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焚烧人无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点怪，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展。学霸激动日常一起，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聪明不知分。一体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两步步，好花园也跟着进。他竟然加入了广播站，倒是想把我劈腿的丑闻传出去，把我的淑女形象岂不就……不行，我要先下手为强。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前男友呢，结果却背着我勾搭我最好的闺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什么？还有这种绯闻？喂喂喂，你怎么还恶人先告状上啦？哦，乔轩妮竟然是晨晨的前女友啊！够了，乔轩妮，你没资格在我面前提女朋友3个字。你的前男友还有这档子事呢？当初我就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上他，他其实是海王，玩弄我纯洁的少女心啊！呸呸呸呸呸！满口谎话，简直就是女人之耻！真是不懂珍惜，晨晨，你根本配不上他！气死本爸爸了呀！晨晨，快用毒舌之罪骂死他！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请听我说，晨晨他不是那种人。作为他的同班同学，我可以证明他只是爱学习的正人君子。他还拒绝了林雨儿的告白，绝对不是渣男。什么？居然敢拒绝大家的女神？误会，都是误会。他这是欲擒故纵，当初就是这么演戏，欺骗了单纯的我。演戏的明明是娘啊！你这是直女！站长，我建议立刻辞退晨晨，闹出这么大的绯闻，传出去会玷污广播站的名声，说我们用人不查。就是，辞退他！渣男，滚出广播站！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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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效果，让风向都倒向我这个受害者一边吧。好的，我知道了。乔轩妮，你可以离开了。什么？为什么是我离开啊？怎么会？我不管你们的感情对错，但我知道你在演戏。你这种虚伪的谎话精，没有采访的价值。广播站此次栏目不需要你。你凭什么说我在演戏？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承认是吗？骗骗别人或许可以，但你以为我是？一线演员、业界名流我都见多了，就你这种拙劣的演技，连当18线女配的资格都没有。18线女配，真是岂有此理！以后求我都不来了。不愧是名导和影后之女啊，有2把刷子。站长，你为了晨晨把乔轩妮赶走了，我们现在到哪儿去找重量级嘉宾啊？就是啊，站长，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吧？换掉乔轩妮，并不是因为晨晨，
而是为了保证采访的真实性。广播站有自己的底线，必须遵守。另则嘉宾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去忙自己的事吧。这是广播站今年最重要的栏目，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对站长的评价，全被你的扫把星搅黄了。这王延倩倒是明是非识大体，这次总归是他帮了我，我不能让他独自承担损失。这么短的时间，要重新要一名重量级的嘉宾，难道要联系爸爸吗？救场吗？可是妈妈会伤心的。站长，打扰一下，我是来谢谢你们主持公道的。进来吧。其实你不用谢我，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在蒙面歌王打过杂，能联系到刘老芒，邀请他做广播站的采访嘉宾，怎么样？当然可以，但他挺忙的吧？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站。学霸激动日常一些真实都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知分，都日积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了步步，桃花源里跟着进。试一试也没关系嘛，说不定他正好有空了呢。对，新歌快好了，等会儿我发个小样给你，先听一下啊。行，就这样，我先接个电话啊。喂，你总算给我打电话了，我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盼来了。刘制作，我是唱菊花台的学生，你还想不想要这首歌？我要，你要多少钱？价格你随便开。我可以不要钱，但你得帮我办一件事。菊花台，我也很喜欢那首歌。他说多少钱愿意卖？他说不要钱，但要我明天腾时间去重博接受采访，还要对他的身份保密。这是个怪人啊。哦，有意思。刘制作真的来参加采访吗？他可是出了名的大忙人。放心，他亲口答应了，不会有问题。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就怕你牛皮吹破了，到时候全广播站一起倒霉。哎，兄弟，我有事暂时来不了了，不过我找了个能让你心脏骤停的重量级嘉宾代替我接受采访，不用谢我哦。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没事的，晨晨，我知道你已经尽力想帮忙了。还重量级，还心跳骤停，我看就是单纯想放你鸽子吧。话不能这么说呀，副站长，你十全十美，你事事有成，那你去找重量级嘉宾啊。你是晨晨胯下的海口，凭什么要我去擦屁股啊？还有啊，不许你拷贝我的招牌手势。你们好，我是代替刘老芒来参加栏目的嘉宾。你好，我们这次栏目只采访名人，请问你是？我是歌手王菲，应该够资格上节目了吧？什么？天后王菲？副会长心脏骤停了，快叫救护车！同学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广播站。哇，她好美啊！真人比屏幕上还要有气质呢。
晨晨竟然能请到天后王妃，他到底有什么背景？全员戒备，把门反锁，所有人不准外出，全程不能用手机。抱歉，让您见笑了。如果被同学知道您在这里，会引起混乱的。理解，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的。这个天后真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啊，连助理都没带来。那当然，他可是圈内出了名的平易近人呐。要是能要到签名，我就死而无憾了。鉴于您的时间宝贵，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请问王天后，出于什么原因赏眼做客我们节目呢？这个嘛，刘制作接到贵方的电话邀请时，我正好在场。至于真正的原因，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哦，哪首歌？这就涉及商业机密了，恕我不能明说。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点提示。这家伙，千万别透露我的身份呢！提示就是菊花。啊，是这样啊。幸好咱们这个是广播节目。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跟刘老芒是朋友了。幸好没有暴露我的身份。天后居然是个车速这么快的老司机。感谢你接受采访，我送你离开吧。不必客气，之前就是这位男同学联系的刘老芒吧，让他送我就好了。我？我跟他呀，有些小秘密需要单独谈谈。哦，那您请便。小秘密？可恶啊！居然可以和天后独处！哼，看来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还来？我还想着忙完录制就去休息呢。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意外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站。学霸激动日常一些真实就是超能力，虽然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知分。有日体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两步步，桃花运也跟着进。我已经依照约定完成广播节目了，现在该轮到您履行承诺了吧？当然，我可以把菊花台给你，只要不对外透露我是作者就行了。现在我们两清了，那么书不远送。等一下，真真，我太喜欢你的歌了，能不能再给我写一首，就当满足一个粉丝的心愿吧？这个，对不起，我不打算再写歌了。为什么？你明明很有才华，不要埋没自己。这……啊，先别忙着拒绝他，你替他写歌可以提升这个世界的音乐水平，也是大事一件呢。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我能记得全部歌词的就那一首。哼，这有何难？就让爸爸我来拯救你吧。
晨晨，打开系统，只要花点学分解锁书店，再花点学分购买中华大曲库，你就可以拥有上个世纪的整个华人乐坛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已成功解锁书店，已经成功购买中华大曲库。一共是35万学分，谢谢灰姑。这哪是花1点？我看是花1点嘛。哎呀，物有所值嘛。对了，我还写过一首青花瓷，你要不要？我要，你所有的未出版的歌曲我都要。跟我这打批发呢。给你，这就是青花瓷的词和曲。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不愧是天后，随便清唱都这么动听，由她去传播高质量音乐，应该可以放心了。能唱这样的歌，真是今生无憾了。不由让我想起青涩的少女时代，我的初恋。如果我再年轻10岁，肯定会爱上你。原来晨晨就是唱菊花台的蒙面学霸，连王菲都找他邀歌，好厉害！唱的不错，这首歌肯定能进新榜前10。今天就录到这里吧。谢谢王制作，以后有好作品一定要记得我哟。哎，听说了吗？王菲出新歌了，《菊花台》超好听。哎呀，这事儿谁不知道呀？2首新歌一上线就霸榜了。我更喜欢青花瓷，循环几10遍了。菊花台，那不是晨晨写的吗？难道青花瓷也是他写的？要是能拿下这种级别的原创歌曲，我还唱那些不温不火的垃圾歌做什么？不行，我要重新抢回晨晨的心，让他给我写歌。哇，乔轩，你果然是天女榜第1的。咱班叶如意竟然排第2，挺厉害的嘛。这个我知道，是在蒙面歌王那阵子圈了不少粉。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诱惑持续预感。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泛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是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代替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阿怪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哼，叶如意比那戏精女强多了，你别靠我身上。就是，我也支持咱们班花。别这么说，他可是偶像啊，我一个素人怎么比得上？那不重要，只要你有自信，我可以帮你拉票。那我就试一试吧，谢谢你。哦，是乔轩妮，她来咱班干什么？这人好美啊，
比海报上还好看。晨晨，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你走吧，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晨晨，我知道你是蒙面学霸，你不出来，我就拆穿你。刚解决了林雨儿，现在又来了个乔轩尼，好激动啊！这小子是吃桃花长大的情圣吧？陈哥哥，你能帮我写首歌吗？你写的歌太好听了。你居然有脸说这种话，别耽误鸽子的时间了，放过我行吗？我们可是真心相爱过的，我只不过是犯了大部分女孩都会犯的错，你就不能原谅小妮妮一次吗？我真的知错了。行吧，午休时间你到广播站来，我要试试你的诚意。你鬼迷心窍了吧？居然真……哎，我可没答应他呀，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嘿嘿。今天广播站设备维修，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想干什么？什么没人？我不是人啊！这是我写的新歌，你想要吗？快给我！别着急，我有个条件，你不是知错了吗？那就用行动来赎罪吧。大白天的，你耍什么流氓？他怎么变得这么霸气，让我都有感觉了？你变了好多啊！我超喜欢你这样，好 man 啊！你不是说我连金麒麟的脚趾头都比不上吗？讨厌，人家错了嘛。那你说我哪比他好？说到我满意了，我就把歌给你。人家要一首不比菊花台差的。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你满意吗？满意死了，人家什么都听你的。金麒麟就是个草包，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就眼高于顶，自以为长得帅，到处泡妞，其实人家都把他当提款机。我乔轩你怎么会喜欢这种傻帽啊？今天不是停播吗？谁在广播站？奇怪，设备怎么突然变好了？怎么样，人家骂的好不好啊？刚才我打开了广播，全校都听到你骂他了。你骗我，我不会放过你的。哦，我求你别放过我，我还没完过瘾，这次就当收利息，以后走着瞧。有人来了！乔轩尼，你这个贱人，我饶不了你！怎么，你还怕他啊？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妨碍他跟乔轩妮狗咬狗罢了。好戏就要开始。叶如新，他怎么在这儿？唉，一点声息都没有，我还以为撞鬼了呢。好戏开始了！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贱人？生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欲燃。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因爱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背着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些，真是都是超能力，虽然世界变笨了，我们总力不这分。都等地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桃花源也跟着进。
你再讲，谁听到嘴的？你找死啊，是不是？啊，我的蛋！你继续画画，我不打扰了，再见。等一下，晨晨，是你让我妹参选天女吧？是为了报复乔轩尼？她那么崇拜你，你别再利用她了。这怎么是利用我？我在帮她。不用你帮，她自己就能发光。不愧是美术特长生，画得真好。不过，无论多美的颜色，只有在正确的帮助下，才能发出最夺目的光芒。这就是佩措尔德效应。我头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白色，虽然不愿承认，可我的心确确实实被这鲜艳夺目的白色俘获了。他连美术造诣都如此深厚，真的是天才啊！哎，走掉了。杨宏远爸爸盼着你的新歌，你居然给这丫头唱，这真的要唱吗？放心吧，以你的实力和我的新歌，绝对能一炮而红。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现我是蒙面学霸的，不过我本来也有打算帮他拉票，正好可以在校外蒙面了。哎，我不听，我不听！我叫叶如一，我为大家献唱一首原创歌曲，希望大家喜欢。他这么相信我，我也要相信自己。繁华声遁入空门，折杀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恭喜升为 LV3。我买了中华大曲库后，学分所剩无几，这么快就升级了。传播文明的力量太厉害了。哼，大部分都是天后的功劳，叶如意充其量就是个零头。所以你敢给天后写歌，一口气冲到学霸，我早就想为你做行了。拯救世界的重任，到你嘴里变得好肤浅啊！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古城。这明明是我的歌，王八蛋，我少不了你们！对不起啊，又来打搅你了。可以教我这道题吗？先开括号，然后就简单了。这都不会，该不会是故意接近你吧？我上次数学小测试得了满分，这是我亲手做的饼干，送给你当谢礼。哼，心机女！爸爸，我发现你不喜欢林雨，是因为嫉妒她胸大吗？才不是！等我升级了，胸也会肿起来。真有你的美男子！啊！我也想吃学姐亲手做的饼干。我不喜欢吃甜食，送你们吧。没收号5分钟内过来，否则后果自负。叶如意。生梦中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人边，很少人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吧？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
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是就是超能力随身皆变分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对题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阿怪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那张照片，叶如玉在体育仓库。你这么急匆匆的赶过去，小心中圈套哦。放心吧，肯定是乔轩妮干的，亮太也想不出什么厉害的圈套。哼，乔轩妮，有什么事冲我来，别连累无辜。只有叶如意，乔轩妮呢？乔轩妮，有什么事冲我来，别连累无辜。我好得很啊，还等着看你身上凝练呢。我给他吸了不少发热剂，现在应该快发作了，你就好好享受吧。你有没有中华解毒百科什么的？多少钱我都买啊！发热剂又不是毒药，我哪有办法？现在开学伊始，很多新生还没进入状态。学生会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严肃校纪校规。报告主任，我看到有学生在体育仓库发生不健康交往。什么？什么？谁敢在神圣的校园做苟且之事？我立刻开除他们！是10班的晨晨和叶如意。这小子又给我惹麻烦，仗只有教育局长罩着，了不起呀！这不可能吧？陈同学品学兼优，是不是你看错了？是啊，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哼，眼见为实，我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醒醒，叶如意，你好点了吗？抱抱，我要抱抱。糟了，有人来了！到了，他们就在里面。亲亲，我要亲亲。事到如今，只能用那招了。隐身水城2购买成功，装备成功。怎么没人啊？幸好道具里有隐身水，不然就真完蛋了。隐身水每秒花费200学分，你还买了双份呢，要省着点用哦。给我。糟了，身体可以行，声音却不行。之前被雷凯旋扯坏的衣服又被扯了一次。你们听到没有？有人说话。臭婆娘，就你多事！他们过来了，快想办法！声音是从墙后面传出来的。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远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旅战。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是都是超能力随身皆变分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对题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阿怪学习了不误，
桃花源也跟着进。怎么又没声音了？哼，哪有人乱搞关系？没有的事儿嘛。难道听到我们脚步声藏起来了？怎么这么久？陈英真粘呀！我也想放开他，但是他会出声啊。主人，我真没骗你，人家亲眼看到的。这女人就是个祸害。爸爸，给乔轩尼用降脂帽。交给我吧。降脂帽购买成功，装备成功。我给叶如意下药后，把晨晨叫来，再亲手把他们反锁在这儿，他们逃不掉的。你们要相信我，骗人是小狗。好啊！降脂帽取消。说什么？乔轩尼，你等着寻求处分吧。终于，铁衣仓库的事件告一段落了。红尘同学果然是被冤枉的。放学喽！我怎么在教室？如意，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好久了。有个记者模样的人带我去接受采访，可怎么回教室了？我和晨晨接吻了，我怎么会做这种梦？他总算醒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吧？他也太狂热了，把我嘴唇都咬出血了。又纯又欲，不是正合你意吗？叶如意同学，我喜欢你，可以当你男朋友吗？谢谢，不过我暂时不想交男朋友。这已经是今天第5个告白的了，叶如意是真火。天女榜单上叶如意已经逆袭了乔轩尼，成为最热门的人选了。你还不快确定关系啊？小心他以后看不上你。别整天情爱啊的，多花点时间学习吧。和你学姐。晨晨，你来回答这道题。想什么呢？老师叫了。回答正确。不过就算如此，也不能开小差哦。真奇怪，你从来不走神了。难道在想叶如意？难道春心荡漾了？瞎说什么？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口说无凭，正好 LV3 解锁了打卡任务，你敢打卡戒色吗？只要坚持不近女色，就会奖励学分哦。注意哦，打卡第1天100分，第2天200分，以此累计，破戒则清零重来。全勾上，我的心中只有学习，别无其他。是吗？开启早起打卡，开启背单词打卡，开启戒色打卡。乔轩尼真是没脑子，让我白期待了。你居然期待他，你才没脑子吧？要是你拿不出晨晨走后门的证据，我立刻把你赶出去。别着急，我不是带来了吗？晨晨根本就没参加考试，是校长特批他入学的。收养他的李琦和校长是多年好友，难道没有猫腻吗？证据有了，不过你敢对抗校长吗？你等着瞧吧，即便是校长，也休想触犯规矩。
生中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依然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点怪，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日常一息，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这分。都定计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误，好画面也跟着进。看什么看？这都是造谣！你们在干什么？舒伟怎么满满的敌意？有人贴大字报，说你是走后门入学的。什么？不妙！这肯定是造谣吧？没有人造谣，晨晨走后门，证据确凿。我们重博不欢迎这种特权生，把他开除。我们重博不欢迎这种特权生，把他开除。开除晨晨！开除！这俩金毛跟乔轩尼争着抢花旦 C 位呀！都别吵了。你是干部，为什么带头捣乱？一，晨晨没参加升学考试；二，重博没收到他的推荐信；三，他没有参加保送资格的面试。能入学就以你一人同意，但你跟他养父关系匪浅，怎么保证公平？我要求弹劾校长，严查到底，开除晨晨，以正校纪。弹劾校长！你怎么能这样质疑我爸爸？他一向公正严明，不可能被贿赂。有没有查一查就知道了。反正这件事绝对有猫腻。晨晨的入学的确是我个人决定的，但我这么做自有道理。什么道理不敢明说，就是有猫腻。妇女做你坏人！哼，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信，就随便考我，输一题我就自动退学。好啊，那就去 PK 堂。之前你都是靠小聪明赢我的，要论真本事，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你敢跨级单挑2年级的语数外3科第1取胜，我就下跪认错。输了退学，外加向本少下跪认错。为什么要跨级？因为他是2年级数学 No.1， 想要亲自上阵吗？我宣布，第一场 PK 开始。比赛形式为单挑，每人向对方出3道题，不能超纲。10分钟内答对题目多者获胜。开始。由我先出题，接题吧。太难了，第一题我连题目都看不懂。10分钟根本答不完呐，简直是欺负人嘛！夏冰城的爸爸是数学教授，所以他能接触到经典难题，这些都是不超纲范围内最难的了。学姐坐在我身边，晨晨，幸好遇到你。我答完了。这么快？哼，算你全对。你出题吧。到我了，这是我出的3道题。这是什么题啊？故意挑事吗？没问题的，我相信他。做了一同钻研学说的好兄弟。
我也相信晨晨。这是什么题？故意挑事吧？你做不出来就明说，我教你就是了。想用这种办法激怒我，就是，看我怎么把题解出来。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少人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对其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10分钟时间到。不错嘛，答对2题。第一题用数字乘以组数，第二题7乘14加2等于100，所以是第二个组。这2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都有逻辑，但是死也不告诉他。第2题我验算时写了14遍。如果第3题的答案不能让我心服口服，我不但拒绝认输，还要申请全场投票决定输赢。哼，放心吧，不用那么麻烦，你会心服口服的。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强？站在高不可攀的地方，玩虐我，撕碎我，碾压我，我还是第一次受到这种侮辱。太伤神了！太精彩了，我就知道你能赢。第2场 PK， 英语，请双方用英文做2分钟自由演讲，最后根据系统评分决定胜负。初次见面，陈学弟，玉刚比完数学，休息下。蜜先来吧。罗珊娜，2年7班学生会外联部部长，4大天女之一。这学姐还挺体贴人。人家那是胜券在握的游刃有余，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你的思想很阴暗呀。有你管！罗珊娜出生于外交官世家，是美俄中日4国混血儿，英语相当于他的母语。听说很多重要的英语会议都邀请他担任同声传译。晨晨遇到强敌了。晨晨是战胜过我的男人，不可能输给别人。This is the end of my speech.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today to share my thoughts with all of you. Thanks. 不愧是 No.1， 颜值和实力并存。只要不是满分，晨晨就有机会。晨晨，加油啊！学霸系统可以帮你提高知识，但不能帮你提高口语。你行不行啊？表达只是评分之一，我要凭演讲内容和会场效果取胜。Good morning, my name is Chen Chen. Today is while I heralded an echo from the rarely and health, open to the lonely, soul of seeker helplessly. 用这首泰戈尔的《生如夏花》，就不信镇不住你。Life be beautiful like some flower, and dies like autumn leaves. Also care about one's health. Unbelievable！ 就算是英语母语的教授，也写不出这种水准的诗啊！这首壮美绮丽的生命赞歌，超越了语言，直接传入心中，深深撼动着蜜的灵魂。
但命领悟了生命的真谛。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太美了，无与伦比。感觉我的灵魂已经上升到星耀，谢谢晨晨带我飞。虽然听不懂，但这就是小母牛到南极的感觉啊！演讲结束。看场下学生都这么陶醉，至少会场分能超过那位学姐。你跑哪儿去了？不是说他是走后门吗？为什么这么强？这局他再赢，我就要下跪认错了。别担心，他赢不了的。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少人无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欲燃。就在快放弃激动，上梦意外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吧？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些，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缤纷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代替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不管学习了不顾，好花天也跟着进。我有高人相助，所以你已经没用，快滚！获胜者罗珊娜。65？什么？这系统被囚禁了吧？懂不懂比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晨晨，你完了！潜入重博 PK 系统，修改评分，搞定！10万零食费顺利进账。干得漂亮！那绿毛龟都吓傻了。多谢金少投喂，以后常联系。等你开会，快进来，不然洪峰发火了。哎，来了来了，刚去赚点外快。不务正业还有脸呢？正业也兼顾着呢。想知道藏在重博的幸存者是谁吗？你查出来了？你们自己看咯。 Why？ 这是什么情况啊？德静，晨晨的分数低得太离谱了。最后一场 PK 语文，项目是对诗，2位选手相互出题，直至决出胜负。喂，第2场分数有问题，怎么不管就直接第3场啦？放心吧，校长也知道问题，所以这场不让系统评分了。话说第3场语文的对手，晨晨，对手果然是他。对了，书店里有什么诗词书？有中华古典诗词、中外诗词大全、古诗文全集。不用念了，挑最贵最全的买。多亏了天惠的歌，让我脱贫致富了。有钱任性，我喜欢。去把大修女打得落花流水。潺潺碧水碧潺潺，处处飞花飞处处。山外楼遮楼外山，树中云接云中树。刚才都是回文句，那我来首回文诗吧。落雪飞芳树，幽红雨淡霞。薄云迷香雾，流风舞艳花。我对的诗是：枯眼望遥山隔水，来往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何韵诗。不愧是会长，实力全是脑和胸，智慧和外貌并存，看来很难分出胜负了。对不起，
你并没有对上我的诗。啊？因为我的回文诗能从任意一个字读起，不管顺读、倒读，都是一首五言绝句，总共有40种读法。什么？身体不受控制，倒着转起来了。这就是古代茶馆写在圆形茶壶上的茶壶回文诗。小母牛这是要上天了！晨晨，你太强了！还能这样玩？我输了。既然如此，我宣布晨晨获胜。我反对，林雨儿是校长的女儿，还向晨晨表白过，肯定放水了，没资格出赛。我没放水，这首诗太难了，我真的对不上来。金祁连，你不服就上来比，只要你能对上来，我就认输。下帽。哼！任何人，凡是不服的，只要对上这首诗，或者写出一首更厉害的，都算我输。我接受挑战。10分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意外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站。学霸激动越唱一戏，真是都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从一不身份，都得体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阿怪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声音是从大屏幕里传来的，难道是刚才修改分数的人？我的作品是……什么呀？这是选基图，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叠一字读，均可成诗，共有7958首，堪称史上最强回文诗。不可能，怎么回事？对了，肯定是其他幸存者干的。晨晨，如果指出这是玄机图，就会暴露我是幸存者。如果认输，就必须离开重播。是暴露身份，还是退学滚蛋？我到底该怎么办？你请的那高人，会不会太夸张了？低调低调。哎呦，不是我干的，难道有其他黑客？今天重播后台好热闹啊！这首诗太厉害了，我承认，这次是我输了。认输只会失去学籍，大不了重新换所学校。可一旦暴露我是幸存者，说不定连命都没了。1胜2败，输了就要退学。晨晨，你可别抵赖哦。放心吧，我说到做到。不行，这次是你跟我 PK， 只要赢了我，就是你赢了。不，我说过任何人都可以挑战我，不能出尔反尔，输了就是输了。可是 ，Wait， 密怀疑刚才英语 PK 的结果有问题，密要求修复系统，重新查看成绩。你说查就查，你敢质疑 PK 系统的权威？大家都看到了，刚才 PK 系统被人控制了，成绩当然也有可能被篡改。
修复系统公平比赛，修复系统公平比赛。什么？你们？经过技术部查验，刚才侵入 PK 系统的黑客的确修改了晨晨的英语成绩，他真正的成绩应该是98分。哇哦！所以英语 PK 的胜利者是晨晨，2胜1败，晨晨获胜。吓死本爸爸了！无语，晨晨，你是我的偶像。我了个豆，这家伙真抗造啊 ！PK 赛获胜，获得20万学分奖励，恭喜你升级成为学霸。晨晨，你终于升级成学霸了！学霸造型升级中，请稍等片刻。在圣光的护佑下，就算想看变身画面，也可能什么都看不到。系统升级完成，爸爸 2.0 强势登场。终于变大了，怎么样？是不是美的不敢认啦？还不快叫爸爸！在你改名前，我大概永远 get 不到你是美少女。恭喜你获得学霸升级大礼心灵感应。吹你！哎呦，别闹了，这东西怎么用？这是一种永久道具，不需要花积分购买，就可以让你与特定人物产生心电感应。听上去还挺方便。不过前提是只能感应现实中你亲过的人。可我已经戒色了。生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人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泛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日常一起，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聪明不减分，都已经没老，全面发展不变心，阿乖学习了不误，好花园也跟着进。嘿嘿，你也可以亲男的。我不好这口啊喂 Congratulations， 那首诗写得太好了，你一辈子都写不出来。以后能向佑请教英语吗？客气了，学姐，我们互相学习。哼，晨晨是我的补习老师。学生会副会长，该你阁下认错了，可别抵赖哦。还有你，老鼠连瞧你这小丑样。晨晨，你嚣张不了多久了，等着瞧吧，下次我一定把你赶出重博。哼，这次我认栽了。晨晨，你给我记着。这都几次了，还有下次？哼，那我拭目以待。金麒麟，你记着，你从我手里夺走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加倍讨回来。所以幸存者到底是谁？我本以为是晨晨的，现在看来好像是后来的黑客吧。所以你还是不知道是谁？是的呢。你这只只会卖萌的废物！哎呀，真是意外的发展呢。前功尽弃了，又要重新开始调查了。不是幸存者，却有这种水平的知识含量。晨晨，你还真是吊起了我的好奇心。小花絮：今早不知晨晨去向的双胞胎姐妹。晨晨以及英俊他们4个都没来上课。
啊，晨晨不会抛下我们和那3个男生组乐队了吧？陈同学，请你收下这封信。这是送你的礼物，大宝贝。你快想办法，我可是戒了色的男人。这样正好可以考验你戒色的决心啊！他一战成名后，每天都被女生包围。哼，我才不嫉妒！弱水3000，我只要林学姐，学姐也是他的哟。嘿嘿嘿。哎呦，这年头说实话也挨揍啊！哎呦，无敌铁头功啊！哎，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老兄，节哀。晨晨，升级成学霸后，突然多了好多道具。啊，找到了，希望好运来。1年10班的晨晨同学，请速到学生会办公室。广播小哥哥声音好好听，看看去。得救了！呀，讨厌！这同学看到了，你可要负责啊！我勒个擦！这是……你用错道具了，这是验孕来，有效期10分钟。系统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利于学习的道具？我大概已经5万分了，不能功亏一篑。因为两性交往也是一个重要学科，虽然不能实战，但是你可以理论研究。小弟弟，给姐姐们亲一口就饶了你。顺便提醒你，只要你春心萌动，就会触发荷尔蒙警报。当荷尔蒙数值超过安全值，戒色打卡就失败了。你是想坑死我吗？跑得好快啊！不愧是我家哥哥。生风中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他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燃。就在快放弃激动，像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而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戏，真实就是超能力，随身皆变分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对其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哪管学习了不顾，好花愿也跟着进。总算甩掉了。累死本爸爸了。什么来了？这是……不好，4大天女到齐了，今日怕是凶多吉少喽。哦，发现目标，行动开始。Oh my god！ 别怕，我弄死他。荷尔蒙数值上升即将到达危险区。在用不来道具影响期间，臭流氓！一切机会皆不是我笔友啊！话说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啊？哇哦，这也算一种验孕吧？还有多久？10分钟？坚持住，还有3秒钟。这真好险，只差一丝丝就破功了。总算结束了，可我爸爸害人不浅呐，还好我正人君子一枚。我躲在最讨厌的晨晨身上，
刚才有点失态，现在来说正事吧。晨晨同学，你在前几天的比赛中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我们认为该把你分入别的班级，或者直接跳到2年级。不用了，我留在10班挺好的。10班是差生啊，不是特长班。你调班后可以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接受更好的老师指导。我决定留在10班，帮助大家一起提高成绩。再优秀的老师教的也是小学知识，一点用都没有。要是系统认为调班不合规，让我再穿一次女装就亏大了。没想到你不仅成绩好，品德还这么高尚。哎，我家晨晨就是这么优秀，个屁嘞！装货一个。啊，既然这样，我也不便勉强。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这才是补习，这次又会是？明天是星期六，请你务必来参加在我家举办的学习会，我们几个都参加，你也可以带朋友过来。学习会？这又是什么幺蛾子？咦，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欢迎各位光临。哇，巨少一婆！看来校长不是什么正经人啊。林家是著名的书香世家，校长是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大股东，人家有钱很正常，别这么大惊小怪。为什么他对林家了如指掌？该不会见过家长了吧？妖孽吃我一手刀，见你妹！下嘴！哎呦！我早起花2个小时精心雕琢的发型。今天在这里举行学习会，我们开始学习吧。好。学姐的日常死。4大天女好像少了一个人。不好意思啊，冰城生病了。没事，他不来更好。哼，还欠我们下跪道歉呢。生命中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点，但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旅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背着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些真实都是超能力，随着世界变笨了，我们总离不这分。都代替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哪管学习了不顾，好花年也跟着紧。不对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写作业？学习会不写作业干什么？话虽如此，但是大家不要一直写作业了，做点别的调剂一下吧。吃大餐，嘿嘿嘿，福利 game。我家藏书几十万册，古今中外应有尽有，机会难得。你们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吧。哇，有书看了！啊，就这啊！晨晨，你能教我一下手机上这道题吗？啊，好的，没问题。啊！你干什么？晨晨，这道题是多少啊？这没一个对，算是人才。我知道怎么解，过来我教。哼，广播站的笨蛋，我自己调教。我不要。姐姐，
不要让会长和晨晨在一起。可是，一想到要跟他说话，我就心跳好快。这道题，我妹子小心身后。嘿，英语问密呀，你最喜欢讲题了。哎，看来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观赏修罗场，这可比漫画精彩多了。我欣赏林学姐就行了。这是我一个朋友考我的，每次聚会我们都会比试一下，但这题我怎么都解不开。浮萍浪静出心莲，虎寸亭亭露笑颜。如意疯狂欲之岛，忍看花色莫波莲。渔翁秋后寻根源，根据残花2尺边。借问群英闲学子，水深多少在当年。这题文理结合，真有诗意。看来他的朋友不简单。解出来了，问问你朋友对不对吧？我这就把答案发过去。林雨儿虽然理科是弱项，但他文科确实很强，又阻止过雷凯旋打架，富有正义感。只要肯对我忠心，就能发展成文科圣使了。雨儿，你觉得我怎么样？难道是表白？这个，你学习好，人品好，我对你的感觉当然好，但是我们刚认识不久，还要加深了解。不，你别误会，我不是拒绝你。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就毁灭吧世界！其实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不，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到底在说什么？索南神功启动，来世见吧，晨晨小儿！问，松手啊！艾玛，雨儿，你冷静点，我不是在表白。原来不是啊！误会啊！陈兄大意，小弟先行告退。为什么心里突然变得空落落的？大家听懂了吗？前辈，他看上去还是学生，怎么有资格在这种高端学术论坛上发言？袁素素，他可是当代理科界的超级天才，国内最年轻的数学博士。别说国内了，就连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课。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对对手，爱人走远边，但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看。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被这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一戏，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分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对其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哪管学习了不顾，好画面也跟着进。许多业内人士都说他有望在10年内获得菲尔普奖，全球数学最高奖项菲尔普奖，他也太妖孽了吧！嚯，真意外，林雨儿竟然能解出来，这题的水平可是很高的。亦或是有哪个高人指点他？有趣。你能不能用点心啊？这种东西你都会错。
哎呀，我知道了，真啰嗦呀！校长好。哎呀，今天这么多同学啊，真是热闹啊！校长好。晨晨，你在车轮战上表现很出色，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您过奖了，重博学院卧虎藏龙，我还不是最强的。哎呦，真是的，太谦虚啦！你跟我来，我有话私下对你说。难道终于要逼婚了？妙哉啊！闭上你的乌鸦嘴！哎呦，林校长，我直话直说了，重博还有其他幸存者。怎么，你怀疑玄机图是其他幸存者放出来的？是的，如果不是现成的，没有人有这种水平。你错了，其实是我干的。不过我可不是幸存者。你为什么？哎呀，我早看这糟老头子不是啥好鸟。别着急，朔灭事件后，除了人类幸存者之外，还有极少文献幸存下来，被各学术世家视若珍宝。玄机图就是我的珍藏。昨天 PK 系统被黑客入侵，很可能是灭霸团干的。他们已经发现有幸存者藏在重博了。为了不让灭霸团怀疑到你头上，我用玄机图替你打了个掩护，让他们以为幸存者另有其人。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这招太高明了。对不起，我应该更低调一点的。小伙子，打起精神来，放心吧，我会负起责任，保护好你和陈鑫的。好的，谢谢您，校长。对了，过几天学术界在 A 市有个聚会，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呀？学校方面我可以帮你请假。快答应他，只要打入学术界内部，知识传播的速度能翻几倍呢。对不起，我不能去。怎么可以拒绝啊？晨晨啊，听说你拒绝了校长的邀请。是啊，没想到灭霸团近在咫尺，我不能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丢下小新去 A 市。你真没空。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是正因为灭霸团来势汹汹，我们才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找出更多幸存者，并加以保护啊。实不相瞒，明天的聚会可能有幸存者参加，我和林校长都希望你能帮我们找出来。可是，吃一口嘛，哥哥。除此之外，明天的聚会上可能还有你父亲的旧识。什么？结果还是得去一趟 A 市。这些是你爸爸留下的文献，都是躲过朔灭的幸存品。上面的字我分开都认识，合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只要找到能看懂这份文献的人，也许就能揭开你父亲自杀的真相了。爸自杀的真相，我必须调查清楚。可是小新，哥哥，怎么不继续讲故事了？没办法，只能用这招了。哥哥，你这个没空的变态，居然想亲妹妹！笨蛋！我只是想用心电感应，不是说亲过才有效吗？这样就算不在他身边，也能知道他的情况。so ga， 是我肤浅了。结果只亲了额头啊！哇，这庄园真是大。你能来，我真是松了口气呀。我会努力完成任务的，找出幸存者。晨晨怎么来了？难道老爸真的？黄毛丫头，别在这儿胡说八道！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都不是你说的那个顺序。切！
你到底懂不懂啊？这里可不是你胡言乱语的地方。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当它成功运用数学时，才能成就完美。反正按我的算法，坤是0，艮是1。冷静的思维，凌人的气势，这个女人不简单。10分钟眨眼，生活突然转个弯。昨天还疯狂，转眼风雨满天。有的对手，爱人走远边，但少年不低头，心中有火持续预感。就在快放弃街头上梦，迎来相伴。想不想反叛，和我一起加油班？虽然有明白，背着小家伙纠缠，但学霸之路就这样意外的战。学霸激动越唱越喜，真实就是超能力，随世界变笨了，我们从一不知分，都得体未老，全面发展不变心，把关学习了不好话天也跟着进，